在阿三悟艺术路上最重要的2个人，一位是淡江中学的陈金辉老师，他开启了阿三悟走上艺术之路。廖继春老师是阿三悟艺术路上另一位最重要的老师。除了廖老师在绘画技巧上对他的无私教导之外，廖老师的为人处事态度更是阿三悟所追寻的。廖老师跟阿三悟说，心胸宽大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。我算是运气很好，碰到的陈金辉老师还有廖继春老师都是可以说都是最好的老师，而且风范也好。廖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心胸很开阔，很开阔。他总是欣赏别的艺术家，所以有我认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，觉得我比较相怨好像不批评别的艺术家。我说因为我是廖老师的学生所以我从来不会去批评我的同行，我只有去欣赏他们作品，就是受到廖老师的影响。廖老师一讲到对方的话，每一个教授他都讲到好的，他都用欣赏的态度，所以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。那这个是影响我很大，也让我在艺术界里面有很多朋友。廖老师能够专心创作，并在艺坛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应该要归功于廖师母。廖老师对于金钱毫无概念，廖师母一手打理家人的生活起居，对子女的教育更是无微不至，每天陪他们读书。廖老师早年收入微薄，师母却很会理财，家用开支亦有剩余，再少的钱也会存起来。廖老师和师母林琼仙女士间谍情深，廖老师作画，师母是第一位观众，有时也会提供自己的想法。因为廖老师经常应邀担任美展评审或相关活动，廖师母喜欢开玩笑地说，我是评审委员的评审员。廖老师过世以后，把他的颜料、调色盘、画架和画布都留给阿三悟，其中还包括许多廖老师的学生从国外寄给他的高级画布和颜料。显然廖老师生前都舍不得用，至今每次阿三悟遭逢艰苦环境时，都会想到这一段往事。在师大求学期间，阿三悟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，除了蒙受廖继春老师的教诲，系上多位老师也对他多所提点。其中李石桥老师对阿三悟的绘画历程也有相当的影响。阿三悟每周2次到李老师的画室学画，4年来从未间断，利用晚上时间画石膏像、画素描。当年在李老师的引导下的绘画基本训练受用至今，还学到很多不同的技巧，特别是油画透明技法。廖老师是感性画家，李老师则是理性画家。廖老师创作时需要比较长的思考，动笔则快速，有时1天可完成3-4张作品。李老师则画得相当慢。阿三悟慢慢体会出他们2人的创作在造型与色彩的特点，对廖老师跳跃式的色彩分布感受尤其深。黄俊弼老师在师大是教授山水画，但他也鼓励阿三悟画人物。黄老师在水墨方面给阿三悟的提示相当多，晚近阿三悟从事水墨创作，很多观念技法都受黄老师的影响。1968年，阿三悟从美术系毕业，在台北新公园的省立博物馆举办生平首次个展，同档期的台阳展在该馆的2楼举行。当年黄老师推荐阿三悟到省立博物馆举办习作展，依照规定，学生未毕业不能在校外开个展。不过由于博物馆当年度要整修，所以馆方破例让阿三悟在毕业前展出。黄俊弼老师对阿三悟鼓励有加，记得有一回在历史博物馆个展时，黄老师亲临会场指导，看到展出的500号维多利亚瀑布，频频说好。黄老师并以自己喜欢的瀑布题材提供作画心得。他认为水墨在表现瀑布时，比不上油彩可以显现的奔泻力道，